有外媒称，解放军正在研究如何打击日本的基地。其实，作为一种军事上的准备，它设置一个假想敌进行这种理论还有技术上的研究和探讨，这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也是必然要做的一个事情啊。我们要是回到现实层面，如果说在未来的统一之战之中，日本胆敢参战的话，那我们中国一定会新仇旧恨，一起跟他算总账。欢迎来到张斌观察，我是张斌。这外媒把这个事情啊就炒作的非常厉害啊，大惊小叫的制造各种这样那样的威胁论啊，在舆论上在煽乎这个事情。其实像这种事情，作为哪国的军队来讲，这都是摆在明面上的事情嘛。它作为一种军事技术上的研究和探讨，这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那美国不还一天到晚的在琢磨怎么能够在欧洲的一些盟友啊，全世界各地的每一个点来进行怎么打击啊？那你这又怎么说呢？大家都在搞这种军事上的一种研究和探讨，这一点都不奇怪。我们回到现实层面，我们可以看啊，美日现在倒是在西太地区啊，加紧各种军事上的准备，包括它的建制上面、编制方面，还有装备，还有它的兵力以及它的各种战术上面，都在做这种准备。这个准备就是在遏制、在对抗我们中国的，看得非常非常的明显。美国在亚太地区呢，它有几个抓手，那就是日、韩、菲律宾。其中这个日本呢，它是国力最强的，它距离中国也最近，而且它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非常的关键，从南到北把这个第一岛链占了很大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关键的这么大一部分啊。那么作为日本来讲，又是对美国的臣服程度非常的高，因此呢，在未来如果说我们需要一场统一之战的话，日本参战和军事介入的可能性是最大的。我们来看日本啊，如果在未来它来介入这个台海问题啊，它可能有几个层面的介入方式。第一个呢，它是躲在背后啊，提供一些软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它提供这种战略支援，像情报啊、信息啊这些战场信息，甚至说它可以作为侦察啊，甚至说做一些中继制导啊，这是我们看不到，但是呢，这个也是啊直接影响着作战的。第二一个呢，它可能就往上升一步，到这一步它可就是一个门槛了，那就是它可能会提供基地，甚至参加这种外围的军事行动。你比如说日本的潜艇部队还是非常的精锐的，你别看它常年就装备着12艘潜艇，但是它实际上以前退役的潜艇的状态非常的好，它如果想扩充起来非常的快。日本的常规潜艇啊，它的水平还是很高的，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它有可能跟随着美国和美国一起来封堵，在某些关键点上会阻断啊我们的这个海上编队，或者说阻断我们的交通线，这种事情日本都可能是干得出来的。第三一种呢，就是最严重的，它就是直接参战了哈。那么在针对日本这些可能做的这些事情，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你比如说在第一种层面上来讲，如果说日本只躲在后边提供这些战略支援的话，这种情况说实话它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灰色的一种情况，那我们啊很大程度上也可能就会采取这种斗而不破的办法，当然这会很大的消耗我们的资源。但是说如果说日本一旦是跨过一个门槛，就是刚才我说的，它做到第二个层面，哪怕它只提供这么一个基地啊，比如说允许美军允许哪里从他的基地上啊来对我们实施这个军事上打击的话，那日本你就跑不掉了，我们就有了打击日本这些基地上法理上的正当性，我们打击这些军事源头，那个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是法理上说得过去的这么一件事情。这也包括你美国设在日本的这些基地。当然了，如果说日本你因为这个全面的和我们宣战，直接参战的话那就对不起了。我想我们一定会新仇旧恨，一起来算这个事情。如果说未来真的要有这么一场统一之战的话，我们还真的要看到美国和日本还有其他的这些他的这个所谓的盟友和同盟他会连在一起来调动他整个的作战能力。所以呢，我们对未来的这场统一之战一定是要做万全的准备。